封神若按原著拍，大概率是一部禁片。整场封神大战其实是一场由天神操控的权力游戏，而非表面的神仙打架。原来，这世间真正的恐怖从来不是什么鬼怪妖魔，是猜不透的人心。原来，《封神演义》这本古典名著，它的艺术成分如壮士拔剑，神采动人，直指人心。且听我慢慢的道来。话说封神最怪的一件事是神位没先位好，最难搞的是死后才能封神。姜子牙没挂，所以没封神。有人说不对呀，二郎神、李靖、雷震子都没挂，怎么封了神？其实他们封的不是神。且看书里是这样写的：后来李靖、金吒、木吒、哪吒、杨戬、维护、雷震子，此7人俱是肉身成圣。原来这7人是圣，不是神。肉身成圣，这细节点明主旨，道破现实，很有深意，艺术成分很妙的。想要明白这点，还得仔细说说封神的神话体系。注意，这仅代表封神小说中的设定，不代表其他神话宇宙。封神中的等级设定从大到小是这样的：圣、仙、神、人。圣和仙没太大区别，相同之处都有肉身，都落个逍遥自在，无拘无束，驰骋三界，无神能敌。不过要说话语权的问题，那圣说了算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孙悟空要叫齐天大圣了吧？这吼着惊着呢。往下就是神和人。神跟人最大的区别，神在天上打工，人如地上的韭菜。对于人来说，认为做神很爽，免堕轮回，受人供奉。可神虽有编制，却无肉身，更无自由。悲催要受打神鞭的约束，朝九晚五，受天庭的奴役。最让神忌惮的正是封神榜，神在榜中才能维持生命，若被除名踢出榜中，神魂消散，一命呜呼，再来一次的机会都没有。那么这榜是干嘛的呀？你可以说有光荣的成分，但不多，更多的是一种拿捏的手段，是不是细思极恐？所以看到这，你是愿意老老实实的修仙，还是成神呢？要知道，仙夺天地造化，自然不受所谓圣、所谓神、所谓一切法则的制约。那么再看姜子牙的结局，那真是美呀！书里写，号师傅上，左闻武定天下有大功，封银丘为齐侯，列于五伯九侯之上。看看姜子牙在人间封侯拜相，做人中之王，毫不快活，最后寿终正寝，这是多少人难修的福分。对于这结局，姜子牙是欣然接受的。当时姜子牙奉命下山，元始天尊说：“你生来命薄，仙道难成，只可受人间之福，沉汤数尽，周氏将兴，你与我代劳，封神下山，扶助民主，升为将相。”这是书里的原话，这细节透露5个字：天命不可违。这5字是封神全书的核心。很多人看了书，最恨的就是这5个字。我们现在主张什么？我命由我不由天呐。有人说，那姜子牙后来死了呀，这也叫享福？当然，这是用凡人的眼光来看书中的生死，是凡人的生死观。神仙的生死观不是这样的。修道者常说，未学常生，先学死。他们把生死都看破了，他们最看重的是灵魂的不死不休。说到这，再回忆一下，某个电视里导演加喜演了一出申公豹笑话姜子牙没上封神榜，其实小丑是申公豹他自己，但在书里申公豹上了封神榜，反应是这样的：申公豹听罢封号，叩首谢恩，出坛去了。这也是书里的原话。你看申公豹没那么多戏，嘲笑姜子牙就是讽刺元始天尊，那么结局只能是灵魂消散，形神俱灭。别忘了姜子牙手上还有打神鞭呢。民间有句俗语，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，这话够直白了。姜太公就是监察众神的，准确的说，他是天庭的纪委书记。那么这封神大戏为什么说是场权力的游戏呢？理解了这点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书里常常杀出一个猛人，比如邓九公、苏全忠，常常期待他们大发神威，结果出场没几秒就挂了，灵魂往哪去了？往封神台飘了。且看封神宇宙中最牛的圣人有2位，红军老祖和昊天上帝。且说昊天上帝有个梦想，他要把企业做大做强，可他发现这天庭管天管地啥都管，但是缺人，人跑哪去了？他们都修仙去了。这帮人不受约束，各玩各的，鱼目混杂，教派林立，是时候有个统一的框架了。要不然
昊天上帝的位置还保不保得住啊？不敢想啊，怎么办？犯愁之际，昊天上帝找到元始天尊，原因是元始天尊底下有12仙，因为斩断3尸，犯了杀劫，要度杀劫就必须卷入一场纷争中，杀人或被杀。昊天上帝在这节骨眼找元始天尊，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。书里写命仙手12称臣，一个称臣说明什么？昊天上帝的潜台词是：你是怎么管理底下人的？看看你这群修仙的小弟，小小3尸都斩不断，说出去太丢脸。到我这来看我怎么调教。你看，昊天上帝不装了，摊牌了，他要立威了，他要让大家知道谁才是3界至尊。昊天上帝的如意算盘多妙啊！让他们渡劫，若被杀了，肉身消亡，来天庭当差。面对昊天上帝的见缝插针，元始天尊有掀桌子翻脸的冲动，可不服不行，他没那胆。从仙到神，没了肉身，上了枷锁，无异于降维打击。关键，他的人逍遥自在惯了，哪里肯被管束？更何况自己手下的小弟被他人弄去当工具人，脸面何在？可又能怎么办呢？柿子得捏软的，天上问题还得从下界找原因。这不，下界的地心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纣王。说句题外话，纣王这名字是他老人家走了之后别人封给他的谥号，是个恶名。当时道上的兄弟可不敢那样喊他。书里说啊，这老人家荒淫无道，拜女娲写情诗，欲把女娲抱回家，公然调戏人类始祖。女娲怒啊，你纣王是什么癞蛤蟆，欺下犯上。女娲呢，当时就想灭了纣王，可女娲掐指一算，发现呢，这纣王的气数未尽，考虑意气用事呢，就逆了天道。那怎么办呢？女娲一看，离商朝关门大吉还有28年，这太长了，得短一点。纣王不是好色吗？那行，就派3个美艳的妖精去迷惑他，坏他国运，加速倒台。毁掉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投其所好，贪嗔痴恨爱物欲，这是人性的弱点。纣王就败在一颗贪欲心上。那9尾妖狐可真是摄人心魄的美啊！纣王沉醉其中，完全不知道他的毁灭已经开始。且看书里对此有这样一个细节：此时陈汤和灭，周氏当兴，又逢神仙犯戒，元始封神，姜子牙享将相之福，恰逢其数，非是偶然。这句话在说什么？商周之战本是古代寻常的朝代更替，但封神小说很艺术地植入了一个主题，那就是人道必然是遵循天道，如果人道失衡了，天道就要来调整。那这天道是怎么调整的呢？一场关于权力、欲望、人性的游戏开始了。针对天庭缺人，阐教元始天尊拉着截教通天教主、人道太上老君开了个会，3教协商之后列了一张榜文，编录365个工作岗位，分成8个部门供天庭调遣。且说这封神榜有个细节耐人寻味，这封神台不在天上，而是在人间。元始天尊命姜子牙将封神台建在西岐，将榜挂在台上。妙啊！这是要向世人宣告，这世界上除了修仙成圣，还有一个大造化，那就是封神。这势必让许多不明真相、成不了仙、求不了圣的人心驰神往啊！他们在想，原来啊，还有比修仙更简单的路子啊，一个字，那就是砍呢。这世上普通人的成功是没有捷径的，如果有人告诉你有，那都是套路啊！来，杀猪盘了解一下，来，割腰子了解一下，就问你绝不绝？那么具体方案是这样的：大功、大善、大身份的死难者列入榜上。简而言之，学历、品行、背景有一样就行。怎样区分他们呢？背景这块好办呢，怎样判断有功有能耐呢？那当然是比一比了。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其他凡人都是这场封神战的炮灰而已。那12仙不是要渡杀劫吗？正好战场上要么他们死，要么别人亡，亡了的给个职位。这样一来，12仙的顺利渡杀劫，又给了昊天上帝绝对的面子。昊天上帝的面子是要给的，自己的利益也是要顾的，怎么给怎么顾，这就是一个技术活了。所以这封神榜彻头彻尾就是一场阴谋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阴谋的主使者是谁呢？且看阐教率先派出姜子牙，姜子牙下山，先是在姬昌打猎必经的路上玩了一场直钩钓鱼秀，
成功的调到姬昌。姜太公为何调姬昌？故事是这样的：纣王底下有4个侯，这西伯侯姬昌就是其中一位。这4大家族相当于是纣王的4家分公司。这4家分公司里，最让纣王忌惮的是西伯侯，于是乎把他抓了，上演了一场少儿不宜，把他儿子呢做成肉饼，逼迫姬昌吃下。姬昌被关7年，忍辱负重，重获自由，东山再起，成立西岐，发誓与纣王不共戴天。正缺人的时候，姜子牙来了，带着阐教的兄弟一起来了。如果事态按照这样发展，那纣王下一秒就领盒饭了。不过游戏太顺利，好像不刺激，来点刺激的。既然是要唱戏给昊天上帝看，那截教也得配合演出啊，你无为可不行。所以唱反调的人出现了，申公豹出场了。这位阐教的哥们论修为在姜子牙之上，这哥们就纳闷元始天尊为何重用年老体衰、资质平庸、入不得仙道、只有40年修为的姜子牙。申公豹哪里能懂元始天尊的心啊？正因姜子牙与仙道无缘，才舍得让他下山。又因这人老实，值得托付，才把那4不像杏黄旗大神鞭通通传给姜子牙。元始天尊当然知道申公豹会不爽，他可是开了天眼的人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没有他不知道的。所以书里写，当姜子牙拿着封神榜下山时，元始天尊特别吩咐：此一去，但凡有叫你的，不可应他；若应了他，有36路征伐你。东海还有1人等你，务要小心。你去吧。这是书里的原话，看看这细节。元始天尊要利用的就是申公豹那妒忌心，人的妒忌心是很可怕的。申公豹这样的人，自然也难入仙道。他知道申公豹暗暗的不爽，也势必会尾随姜子牙。申公豹就在后面喊姜子牙，姜子牙记着元始天尊的话就没有答应。申公豹急了，觉得姜子牙飘了，看不起他，大骂姜子牙在武王那做了丞相，转身就忘了他这师弟。姜子牙只好应了申公豹，向他解释。申公豹便向姜子牙挑明：你助武王伐纣，我便保纣灭周。一开始申公豹还劝姜子牙把封神榜烧了，和他一起去纣王那里谋富贵。姜子牙自然不愿意。申公豹为了拉拢姜子牙，炫耀他修为极高，就是把头砍下来还照样能活。姜子牙不信，认为申公豹在吹牛，就说：那好，你要是把头砍了还能活，就依你。申公豹就真的砍了，哪知道半路杀出个南极仙翁，南极仙翁变了个仙鹤，将申公豹的头叼走了。南极仙翁对姜子牙说：申公豹这是幻术，是旁门左道，不可信他。姜子牙就求情了，把头还给了申公豹，放了他。南极仙翁提醒姜子牙要慎重，若放了申公豹，他就是你伐纣路上最大的敌人。姜子牙说自己不能没有仁慈之心，执意放了申公豹。申公豹虽被放了，但他觉得这是姜子牙有心耍他，两人误会更深。就这样，申公豹便去了纣王那里，发誓要把姜子牙比下去。转背，申公豹就去蛊惑其他阐教的师兄弟，跟着他对付姜子牙。但事情败露，被逐出师门。可他愈挫愈勇，仍然不死心。看得出申公豹这哥们执念挺深的，贪嗔痴全都占了。这哥们不仅好胜心强，还交友广泛，口才洗脑能力都挺强，都挺牛，确实是个人才。话说回来，在书里这哥们其实是一个勇于对抗天命、挑战权威的人。他得搏一把，他不服输，不认命，赢了博仙卡，输了封神。元始天尊不愧是老大，什么工具用在哪，怎么用都很讲究。那申公豹跟着纣王又跑到截教那，对着截教弟子一通洗脑，加入殷商，干倒武王。元始天尊的小计终于得逞了。本来截教的通天教主是无为的状态，这下被拖进浑水中，也只能配合演出了。所以武王伐纣在《封神演义》里实际是阐教和截教两派之间的斗法。有人可能会问，怎么没人道什么事呢？代表人道的太上老君没有教派，没有弟子，不存在是谁的威胁，而其他势力都不是主力，只是重在参与而已。从后面太上老君联手元始天尊欺负截教来看，太上老君实际站队的是阐教。这场游戏的开场是这样的：一开始截教的文仲带着截教兄弟搞了个十绝阵对付阐教，结果被阐教的12仙破了阵法。文仲那个怒啊，便去找截教的弟子赵公明帮忙，可赵公明出场没帅几秒就被射死了。接着申公豹又以为兄报仇为由，洗脑赵公明3个妹妹三霄娘娘对付阐教，结果这三霄娘娘竟被元始天尊打死。最后文仲败在绝龙岭，活活被烧死。这几个人修仙的门被堵死了，
通天教主在接连失去多位左膀右臂，终于醒悟，原来这封神榜是针对他来的，这是元始天尊做的局啊，目的是用截教的人借花献佛，献给昊天上帝，从而削弱截教的势力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且看前面的斗法中，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非但没遵守游戏规则，还多次亲自出手帮助姜子牙。当然也没人规定游戏规则，也没人说不可以这么干，可是这还有游戏精神吗？这还是比赛都要友谊第一吗？所以这是一场权力的游戏，比的是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，这是一场决定未来修仙界格局和势力的战斗。通天教主决定不再忍了，亲自上场。他一上来就放出大招诛仙阵，主要针对对象就是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。这两人见通天教主直接开大，好爷们啊，这是要拼个你死我活啊！行，搬救兵。太上老君就请准提道人，又请接引道人，这两位西方教的圣人，四人联手打一个，破了诛仙阵。看看吧，游戏规则直接无视了。请外援，通天教主不甘心呐，又集合截教弟子摆了万仙阵。本来胜券在握，可哪知教中出现了叛徒，万仙阵被打破，截教弟子死伤惨重，截教完了，纣王也完了，封神游戏结束了。截教输得太惨了，谁家弟子上榜最多，就是谁家的耻辱。这就是封神榜，最惨的就是通天教主了。他最后关头本想再拼一把刺刀，可他的师父竟将他带到紫霄宫关禁闭，闭门思过。他有什么过啊？为什么元始天尊要针对通天教主呢？截教阐教师出同门，通天教主主张有教无类，没有等级之分，管什么鸡鸭猪狗花鸟鱼虫猛禽走兽，只要你肯修都可以成仙。那元始天尊主张精英教育，权力集中在某几个精英的手中，其他皆为蝼蚁。很明显，元始天尊的理念更符合既得利益者的利益，所以四圣合力联手打通天教主。这样联手打一个，当年刘邦打项羽也是这么干的呀，只是找的理由更好听。书读百遍，其义自现。艺术啊，往往来源于生活。看看整部书里韦光正的形象太少了，虽然披着神魔的外衣，但走的是魔幻现实主义的路线。如果不改编，很难看到正能量。再看那哪吒等7人成圣，看看他们的背景，哪个不是阐教12仙门下的得意弟子？出来混，没点能力背景，别学关公耍大刀。再看那9尾妖狐，明明迷惑纣王有功，却连封神的资格都没有。这说明选对平台跟对领导很重要，要不然就只有兔死狗烹，用完就丢的结局。工具人的快乐往往就是这么简单而又扎心。再看那比干挖心，书里比干喝了姜子牙的符水，所以比干挖了心还可以走出宫门，却被卖菜的老妇一语人无心必挂，弄得一命呜呼。电视里老妇是妲己变的，可书里老妇就是一个路人甲，跟比干毫无关系。书里说比干想活下去就要去问人，死活得看天意。这说明什么？人生的路上信念很重要，信念崩塌，否定过去，质疑未来，失去本心，就如行尸走肉。还有一点，就在那路人甲的身上。作为路人，有时候看破不说破，你永远不知道你的话在对方那里会产生怎样的可怕力量。正如俗话说的，良言一句山冬暖，恶语一句6月寒，祸从口出。3年学说话，一生学闭嘴，沉默是金，谨言慎行。比干挖心可以说是整场封神大战中最具哲学意味的一个桥段。所以我说《封神演义》这本小说艺术成分是很高的，值得您慢慢的去细品。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老李奇葩说。如果你非常喜欢听老李和王大爷讲故事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。